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数感实验室，我是以威。我们会慢慢的带大家进入这个有趣、改变全人类生活的通信世界。好，所以一个基本通信模型就是由 transmitter、receiver 还有 channel 传输端、接收端以及通道所组成。第一位登场是传输端，它负责想办法快速有品质传输资料。第二位主角通道在系统里扮演坏人的角色，还会对信号带来各式各样的伤害。第三位主角接收端，前面我们说通道是反派角色，是制造各种问题的。那接收端就是问题解决者，他必须把通道造成的所有问题都一一解决。通道效应最常见的则是杂讯 noise。杂讯很多各种不同的成因那各种成因与各种杂讯加总起来，就变成个随机的干扰。你说杂讯是随机的，那它该怎么处理呢？都没有任何特性吗？有，通常我们会用高斯分布来描述杂讯。所谓的高斯分布也就是常态分布。这大家应该都知道，像是全校同学身高体重或者是沙琪玛重量，就算是看起来很混乱、很随机的事物，如果你看得够透彻，依然可以发现它存在某种规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如果传输端用没传表示0，传电磁波强度9表示1，理论上接收端很好判断。可是如果通道杂讯让信号变得脏脏的，那个杂讯会以相加的效果去影响接收讯号，这个我们称之为加成性的高斯白杂讯 （Additive White Gaussian Noise）， 简称 AWGN。几乎是所有通信标准里面都有的关键技术，叫做错误更正码。什么是错误更正码？它的概念究竟是什么？那其实不会太难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在与人沟通，说话者都会不经意地想办法去说得更清楚。比方说，你有时候在人多吵杂餐厅，你会提高音量说话，确保大家能够听清楚。这相当于在无线通信里面干扰很多地方，我们会自动增加的传输功率，增加信号与杂讯比 （Signal to Noise Ratio）， 简称 SNR。错误更正码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传输时我的每一组码字每一组 code word， 也就是编码过后的资料要尽量长得不一样，这样子他们就比较不容易被误认。好比说，你今天打造一个动物园好了如果你故意放海豹跟海狮一组，鳄鱼跟短吻鳄一组，美洲驼跟羊驼一组，那大家一定超困扰告示牌摆了也搞不清楚到底这是短吻鳄还是鳄鱼一直会认错。但如果你这几堆都只各放一个种类搭配到告示牌，大家应该就能清楚知道说，你原来放的是海狮、鳄鱼、羊驼之类的，不会有人把海豹误认为是羊驼，因为这真的差太远了。编码过程其实就想把资料位元的各种可能组合对应到判明距离差距很大的各种码字。两点之间连成一条线，直线的长度是多少？这个就是距离。在2进位为主的通信系统里面，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距离叫做汉明距离 （Hamming distance）， 这是为了纪念工程师、数学家理查·汉明。汉明距离的价值就在于量化这个差异性。汉明距离越大，两组资料差异越大；汉明距离越小，两组距离就差异越小。所以你可以反过来说，它量化了相似度。Hamming distance 汉明距离越小，相似度越高，两者越相似就越容易被搞混。